被銷毀前，請先看完這一段，因為你即將聽到的不只是關於肉桂的秘密，而是關於你整個人生能量的轉折點。聽懂了，可能你對身體、對靈魂的理解都會徹底翻轉。我知道這聽起來有點誇張，你可能心想，一根廚房香料能改變什麼？但別急着笑。你有沒有注意過，有時候身體明明沒病，卻怎麼都提不起勁？有時候睡醒了還像被掏空，做什麼都感覺一層霧蓋在腦子裡。其實那不是懶，也不是累，而是你的能量系統出了問題，特別是你腦部那一顆最神秘的開關被封印了。這裡是意識覺醒，記得按讚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，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。古人早就知道它的存在，只是不同文明有不同叫法，有人叫它第三眼，有人稱它為松果體，也有人用更詩意的說法靈魂的出口。聽起來玄，可科學家也发現，這個區域在我們大腦中央，能分泌褪黑激素，影響睡眠、情緒，甚至創造力。當它被激活，人會變得異常敏銳、清明，靈感源源不絕。但一旦被堵塞，所有的直覺、動力、熱情都會像被掐斷的水流一樣卡在喉嚨裡。而最詭異的是，我們的大多數人從出生開始，這個開關就幾乎是半封印狀態。為什麼？因為現代生活的節奏、電子輻射、負面情緒、焦慮思考，全都在一點一滴地讓它失明。你以為是身體老了，其實是能量老了。那怎麼喚醒它？古人早有答案，而答案就藏在一味最不起眼的香料——肉桂。你沒聽錯，就是你早餐吐司上那點溫熱的肉桂粉。在古代，它可是神聖的祭品。埃及人用它淨化靈魂，印度修行者用它開通能量通道，就連羅馬貴族也相信肉桂能讓身體與靈魂的頻率重新對齊。這不是神話，而是一種跨文明的共識。為什麼偏偏是肉桂？因為它帶有極強的火元素，能點燃體內停滯的能量，尤其是腦部那一塊被封印的區域。當你的第三眼被喚醒，直覺會回到你身上，你會突然發現，有些答案其實你早就知道。問題是，現代人被資訊綁架太久，腦波被碎片化的訊息切割，每天接收成千上萬的圖像，卻從未真正看見自己。於是能量越來越亂，思緒越來越浮，最後變成了高頻焦慮者。你看，為什麼那麼多人開始冥想，開始尋求療癒？因為身體在喊“我受不了了”。但大多數人方法都錯了，他們以為放空能治癒，其實只是暫時讓雜音靜音。真正的療癒不是逃離，而是重新連接。而肉桂就是那個最古老、最簡單的連接鑰匙，它能幫助身體的能量重新流動，讓你看見那些被你忽視的訊號。當年我第一次接觸這理論時，也嗤之以鼻，直到有一次壓力大到連呼吸都淺淺的，整個人像被掏空。朋友遞給我一杯自制的肉桂水，我只是喝了半杯，整個人突然熱起來，心口那股壓抑感像被打開的水閘，一下子鬆了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原來能量的阻塞是可以被釋放的。我們可以這麼理解，人體就像一座城市，能量是電力。平常我們靠食物、陽光、情緒維持供電，但當堵塞出現，就像電線老化，变壓器短路燈還亮着，卻越來越暗。它溫暖卻不暴躁，刺激卻不傷身，難怪幾千年前所有文明都把它視為神聖之物。但這裡有一個更深的秘密，肉桂不只是藥，它是媒介。當你用它，不只是攝入一種香料，而是在進行一種儀式，一種讓身體記得自己是誰的儀式。你可以想象，當你把肉桂煮成水，空氣中彌漫那種溫暖又神秘的氣味時，你的身體其實在回應：我準備好了，重新啟動。很多人以為靈性覺醒很遙遠，要修行，要進食，要閉關，但真正的覺醒往往從一杯熱水、一口呼吸、一點覺察開始。你不用上山修煉，你只要願意在這個瞬間放下外界的噪音，回到自己的頻率。而頻率聽起來虛，其實最真實。科學早就證實，人的情緒會改變身體的電磁波，心跳、腦波、血流速度全都會隨情緒波動。當我們焦慮、恐懼時，頻率紊亂；當我們感恩、平靜時，頻率統一。所以古人說心靜則靈，其實是物理層面的真話。
當肉桂進入體內，它會刺激副交感神經，讓你的身體從戰鬥狀態切換成恢復狀態。這時你會感到一股溫熱從胸口蔓延開來，那是能量重新流動的信號。有人第一次喝會流淚，不是因為辣，而是身體的記憶被喚醒，他終於有機會釋放那些你壓抑太久的情緒。很多台灣人其實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容易感受到這種能量，因為我們島嶼四面環海，濕氣重，能量容易滯留。你會發現有時候天氣一陰人就悶，一出太陽整座島都亮了，那就是自然能量的流動。所以肉桂對台灣人特別有效，它能幫身體排濕化寒，不只是物理層面，更是能量層面。你有沒有注意，有時候你明明沒吃壞東西，卻腹脹、胸悶、睡不好，那不是食物問題，是氣走不動，能量堵了，身體就報警。肉桂這股陽火能幫你打開那道門，讓氣重新流。當能量開始流，你會發現連思考都變快，做決定不再猶豫，直覺像一盞被擦亮的燈。接下來我要告訴你一個被很多人忽視的重點，肉桂的魔力不在喝，而在調頻。也就是說，它是幫你校準頻率的工具，不是藥。當你一邊使用它，一邊配合正確的呼吸，你會發現身體開始聽話。那種感覺就像你終於重新成為自己身體的駕駛員。當你開始用肉桂調頻，第一件事不是感受神秘，而是讓身體重新呼吸。聽起來簡單，但你知道嗎？現代人最不會的就是呼吸。我們以為自己在呼吸，其實大多数人都只在半活着。吸氣淺淺的，呼氣急促，整個人像電腦卡頓， CPU 過熱還在運行。你看街上那些人，走路低頭，吃飯滑手機，睡前看訊息，呼吸早就被生活掐斷了。可是只要你重新學會正確呼吸，那股被困在身體裡的能量就會自己解鎖。方法很簡單，卻非常有效。找一個安靜的地方，閉上眼，不需要擺出修行的樣子，先用鼻子深深吸氣，讓空氣一路滑進胸口，再沉到底腹。你要感覺到那股氣在身體裡走路，接着慢慢吐氣，想象身體裡所有的灰塵、焦慮、舊記憶隨着氣流被吐出去。不要強迫自己放鬆，只要覺察它就夠了。就在這時，你可以在空氣中點一點肉桂香，或者用肉桂水輕輕塗在手心，讓那股溫熱的味道穿進鼻腔，穿進大腦。你會驚訝，身體會自動回應，它記得這種頻率。有科學家研究發現，當人聞到帶有桂皮全分子的氣味時，大腦的邊緣系統會被激活，那是情緒與記憶的總開關。這意味着肉桂不僅在溫暖身體，它也在喚醒靈魂。你可能會突然想到一些早已遺忘的畫面，一些曾經的情緒。別害怕，那是身體在還債，你壓抑的、逃避的、假裝沒事的，全都在這一刻被邀請出來。所以當有人第一次嘗試肉桂療法時，會流淚、打哈欠，甚至想笑，那不是情緒失控，而是身體終於開始排毒。能量不是抽象的，它有方向、有速度、有節奏。你看，一個人憤怒時臉會漲紅，悲傷時肩膀會塌，恐懼時呼吸會淺，那就是能量的流向。當能量流錯方向，人就亂。而肉桂就是那個能幫你調整方向的鑰匙。有個台灣的朋友跟我說，他每天壓力大到胃痛，後來無意中看到國外的冥想導師提到 cinnamon breathing， 他照着做，1周後驚訝發現自己早上醒來不再焦慮。他說那感覺像有人在他胸口點了一盞燈。這不是迷信，桂皮全能刺激血管擴張，讓血流通過胸口時更順暢。換句話說，當你感覺心打開了，其實是身體真的打開了。更神奇的是，當能量通了，現實也會變。你有沒有發現，有時候人際關係突然改善，工作靈感突然來，連路人都變得友善，那不是巧合，那是你的場變了。能量是一種磁場，當你調整自己，外界的頻率自然回應，就像調收音機，頻率對上，聲音才清晰。所以別急着追求成功或幸運，先讓自己對頻，所有的結果才會順流而來。現在你可能會問，那是不是天天泡肉桂水，天天冥想就能開悟？答案是不，真正的覺醒從來不是靠多做，而是靠對的節奏。你可以想象，你是一條河，太用力，水會濺出去；太放任，水會停滯。關鍵是順勢，讓流動自然發生。有一種練習叫能量回流，非常簡單卻極有效。在晚上準備睡覺前，點一小盞暖光，坐下，
閉上眼，吸氣時心裡默念我在接受，呼氣時默念我在釋放。吸，接受世界的能量；吐，釋放多餘的負擔。在這個過程中，你可以在掌心滴一點肉桂水，用拇指輕輕按壓眉心，那是你身體的第三眼，能量的中樞。當你這麼做時，大腦前額葉會被輕微刺激，神經傳導會加速，那種被點亮的感覺往往就出現在那一刻。有些人會問，這是不是錯覺？其實那正是身體重新上電的信號。腦電圖研究顯示，當人進入深層放鬆狀態時，阿爾法波會顯著增強那種波段，對應的是創造力、直覺與靈感的活躍區間。也就是說，當你學會放鬆，你反而更清醒。這就是為什麼靈修者、音樂家甚至運動員都強調呼吸，因為那是通往巔峰狀態的唯一入口。台灣的文化有一個特別的優勢，我們島嶼的節奏相對柔和，不像某些國家一味追逐效率，我們還保留着一種溫度，這種溫度正是能量最好的土壤。所以我常說，台灣人其實特別容易覺醒，只要懂得關機重啟，能量會回得很快。只是太多人捨不得關機，手機一關就怕錯過什麼，工作一停就怕被淘汰。可你想想，人類不是機器，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訊息，而是更清晰的信號。而肉桂就是讓你斷讯重啟的橋梁。你不用信仰它，只要願意體驗它，哪怕只是泡一杯肉桂水，靜靜地喝下，什麼都不想，你都會感到身體裡有一個看不見的開關被打開，那就是能量回路重新連線的感覺。當然也有陷阱，有些人以為這只是身體層面的舒服，於是開始貪多煮太濃，喝太多，過度刺激，結果反而頭暈上火心悸。能量的規律很簡單，過猶不及，你要讓它流，不要讓它爆。所以正確的方法是一天一次就夠，最好在早晨，當你剛醒，腦波還在阿爾法波區間，那時的身體最容易接收信號。你喝下第一口肉桂水，不用急着吞，含在口中幾秒，感受那股溫度。當它順着喉嚨滑下去時，想象那股暖流一路走到胸口，再上到眉心。那時候你會有一種微微的電感不刺，卻清醒，那是你的靈覺在上線。有人會笑說，這太神了吧？可我想問，當你用手機搜尋 WiFi， 你能看到信號嗎？看不到，但你知道它存在。能量也是一樣，看不見卻隨時在運作，你只需要調頻就能連接。有一次我在台北演講，有個聽眾舉手問我，老師，肉桂真的能讓我變幸運嗎？我笑了，我說，肉桂不會讓你幸運，它只是讓你對準幸運。這句話很多人後來才懂，所謂幸運從來不是外來的恩賜，而是內在的清晰。當你能量順了，你會自動走到該去的地方，遇到該遇的人。所以你不是在追求幸運，而是在恢復对的自己。肉桂只是讓你記起這件事的催化劑。很多人問我，能量被喚醒之後會有什麼感覺？是不是會看到光，會聽到聲音，會有幻象？我總笑着說，真正的覺醒沒有煙火，它往往是很安靜的，是你突然發现原本吵鬧的世界靜了，不是外面靜了，而是你自己靜下來了。那種感覺就像常年處在一個嘈雜的市場，突然有人把所有喇叭都關掉，你第一次聽見自己心跳的聲音，那一刻你才知道，原來一直以來你被多少雜音綁架着。當能量被打開，你會先經歷排毒期，這很關鍵。身體層面，你可能會輕微頭脹、嗜睡，甚至情緒起伏，那是正常的，因為舊能量要被釋放，就像清洗水管，第一桶水一定是渾的。心理層面，你會變得敏感，對人、对情緒、对周圍氣氛都更能察覺。你可能開始對某些人不再有興趣，對某些場合感到排斥，那是能量頻率在篩選，不是你變了，而是你回到了真實頻率。有個讀者私訊我，他說，自從開始練肉桂調頻後，整個人像換了芯片。他原本每天都被焦慮淹沒，尤其上班那段地鐵路，光是人群的呼吸聲就讓他胸口發緊。結果他堅持10天，每天早上喝肉桂水，做3分鐘呼吸練習。第10天，他說自己走進捷運時，突然覺得那群人不再擠壓他，他甚至開始注意到別人臉上的表情，有人在微笑，有人在放空，有人在發呆。他突然明白，那些他以為的敵意，其實是自己內在的緊繃在投射。這就是覺醒，不是逃離世界，而是你終於能看清楚世界。
你看，當一個人能量穩定時，他不會被外界牽着走。別人發脾氣，他不跟着起火；別人焦慮，他反而能讓氣場安靜下來。這種人走到哪裡都自帶磁場。你有沒有注意，那些你很想靠近的人，不一定漂亮，也不一定多會講話，但你就是覺得他們舒服，那不是性格，是頻率。但你要小心另一件事，能量覺醒不是萬能解藥，它會讓你更敏感，也更真實。以前你可以忍受的，現在你可能忍不了了；以前你能假笑的，現在笑不出來了。這不是壞事，是靈魂拒絕再假裝。你終於不再壓抑自己取悅世界，而是開始誠實面對自己。但這段過程會有點孤獨，因為大多數人還在沉睡，你醒了，他們不懂你。很多人就在這個階段退縮，以為自己出問題，其實不是問題，是升級。就像手機更新系統，舊程式要被清掉，暫時會卡頓。所以當你感覺空，感覺失落，恭喜你，那是新頻率在加載。你只要穩住，不逃避，不自責，不用力，就會自然穿過去。有一個台南的退休教師，60歲那年身體大病一場，他原本覺得人生差不多該休息，結果康復後，朋友帶他參加一個能量調頻的體驗營，他回家後堅持每天喝肉桂水，做呼吸冥想。半年後，他告訴我，我以前以為退休是人生的盡頭，現在才知道是另一場覺醒的開始。他開始畫畫、寫詩，甚至帶孫子做靜心遊戲。他說，他終於懂得什麼叫活在頻率裡。所以我常說，覺醒不是宗教，也不是神秘學，它是一種生活的清醒。你越清楚自己是誰，就越不會被世界推着走，而肉桂只是讓這條路變得更溫柔。現在你可能會問，那要怎麼保持這種能量？答案很簡單，穩定頻率。能量就像波浪，不可能永遠高漲。重要的不是高潮，而是平衡。當你太累，就讓自己慢一點；當你太亂，就回到呼吸。你不需要永遠正能量，只要不掉進負能量的漩渦就好。有個很實用的方法，叫3秒笑頻法。無論你身在何處，遇到多大的情緒，只要3秒。第1秒覺察自己在呼吸，第2秒想起肉桂的香氣，第3秒對自己說一句，我在這裡，我很安全。這3秒會讓你的腦波瞬間回穩。很多人以為改變人生要幾年，其實只要3秒，因為那3秒你重新掌握了意識。你可以試試看，下次焦慮來時，不要逃，不要分析，只要深吸一口氣，感受那股空氣穿過鼻腔、胸口、腹部，像一道溫柔的光，想象自己被那道光包圍。那不是幻想，那是能量語言，身體聽得懂，不需要翻譯。這時肉桂的頻率就會開始運作，它不是靠味道，也不是靠化學，而是靠共振。你身體裡的水分、血液、電流全都會響應那股頻率，科學上稱為分子振動共頻效應。也就是說，當你接觸某種能量，身體裡的分子會模仿它的節奏。所以有時候你靠近某些人會舒服，有些人會讓你疲憊，那不是錯覺，是物理。而當你懂得用肉桂、用呼吸、用覺察去校正頻率，你會發現人生開始變得順，不是外在的順，而是內在的順。你不會再硬拼，而是自然而然，賺錢、關係、健康全都開始回流，因為你不再逆流。有個台北的創業家告訴我，他曾經靠咖啡撐過無數夜晚，後來身體崩潰，他改喝肉桂茶，每天早晨練3分鐘靜心，半年後公司營運更穩，人也不焦慮了。他說，我以前拼命往前衝，現在反而學會不動，但奇怪的是，不動的時候機會自己來了。這句話我記得很清楚，因為這就是能量的真相，你越想抓越會失去，你越放鬆越能擁有。這世界不是獎勵努力的人，而是獎勵頻率對的人。當你對了頻率，你不用搶，自然有；當你錯了頻率，你再怎麼努力也像在逆風划船。肉桂就是幫你轉向的那陣風。很多人以為靈性覺醒是離開現實，其實真正的覺醒是活得更現實。你開始看見金錢的能量、情緒的能量、人際關係的能量，你終於懂了，那些所謂的倒霉事，從來不是命運在懲罰你，而是能量在提醒你，你走偏了。人生不會無緣無故卡關，一定有哪裡頻率對不上。有時候是你太怕失去，有時候是你太想證明。還記得那位台北創業家嗎？他後來對我說，我發現生意根本是能量的流動，以前我用力想賺，現在我用心去對頻，結果不只是客戶變多，連團隊都穩定了。
他說得沒錯，錢其實也是一種能量。當你的頻率在匱乏，錢就會遠離你；當你進入豐盛頻率，錢自然被吸引。聽起來像玄學，其實是心理學。心理學家卡內基早在上世紀就說過，人最強大的吸引力不是能力，而是能量。你有沒有注意，有些人明明不聰明，卻總是順風順水？他們不是運氣好，而是心態穩。而心態穩就是能量穩。這不是雞湯，而是事實。科學研究顯示，當人處在感恩、平靜、信任的情緒中，身體的磁場強度會增強5000倍以上。那股場就像一層隱形的防護罩，擋掉外界的負能量。你越穩，世界越不會亂你。台灣人其實天生帶着這種能量，我們不激進，不浮誇，我們重視感情，講究人情味，這些都是高頻能量的體現。只是現代生活太吵，讓我們忘了這股力量。所以覺醒不是學新東西，而是記起自己本來就會的。肉桂只是那道入口，讓我們重新想起身體原本的智慧。當你能量回歸，生活就會出現一連串的小奇蹟。你會發現，那個原本難溝通的家人態度變軟，那個遲遲不來的機會突然來敲門，甚至你身體長期的小毛病也在不知不覺間消失。那不是奇蹟，是邏輯。能量順，萬事順。當然，有人會說，這聽起來太簡單了。沒錯，簡單才是真相。宇宙的法則一直都很簡單，只是人喜歡複雜。我們習慣用努力去換結果，卻忘了頻率對的時候，努力會更輕鬆。你有沒有試過那種狀態，明明沒花太多力氣，但一切都剛剛好？那就叫順流。順流不是懶惰，而是智慧。有個朋友在台中，她是個全職媽媽，3年前被診斷輕度憂鬱。她說那段時間整天躺着滑手機，連孩子哭都提不起勁。後來她在 YouTube 上聽到一個講肉桂能量的視頻，半信半疑的照做。每天早上泡一杯肉桂水，配上3分鐘呼吸練習。3個月後，她告訴我，她不但不再吃藥，還開始種菜、做手作，甚至開了一個小小的線上店鋪。我問她怎麼做到的，她笑着說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有一天突然有力氣了，那就是能量回來了。很多人以為自己懶、沒天分、意志力差，其實不是，是能量被耗光。當身體的電池沒電，再多的計劃都推不動。你不需要改變性格，只需要先充電。肉桂、呼吸、覺察，這3樣就是最古老的充電法。它不靠藥，不靠儀器，只靠你自己。所以你看，這一切從來不是神秘學，它是身體的科學，是情緒的物理。只不過我們太習慣往外求，把自己最強的力量遺忘了。你不需要去哪裡找答案，答案就在你體內。第3眼不是讓你看到未來，而是讓你看清當下。當你能真正看清當下，你就已經在改变未來了。也許你會問，那這種覺醒能幫我實現什麼？我會說，它能讓你自由。真正的自由不是你什麼都能控制，而是你不再被控制。你不再被恐懼控制，不再被比較控制，不再被外界評價控制。你可以平靜地賺錢，從容地生活，柔軟地面對人，那才是真正的覺醒者狀態。我記得有一次在高雄演講，一個阿姨在台下聽完後眼眶紅了。她說，我今年70歲，我這一輩子都在照顧別人，從來沒想過要照顧自己。我今天才知道，原來靈性不是宗教，而是讓我重新喜歡自己。那一刻我知道她真的懂了。覺醒不是飛天，而是落地，是你終於能微笑着說，我可以慢一點，但我還在前進。你知道嗎？這世界上最珍貴的能量不是青春，不是金錢，而是專注的平靜。因為所有的創造、療癒、豐盛都從這種平靜裡誕生。當你能在喧鬧中保持平靜，你就贏了。那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種高級的掌控。所以從今天開始，我希望你給自己一點時間，不用去追求靈性的大奇蹟，只要每天一個小練習。早晨醒來之前，深吸一口氣，感受空氣進入身體，輕輕地在心裡說一句，謝謝，我還在。然後起床，泡一杯肉桂水，讓香氣慢慢喚醒身體。在那3分鐘裡，不想未來，也不想過去，只要在這裡，那就夠了。如果你能持續1個月，你會發現，你開始睡得更好，腦袋更清晰，甚至連生活的步調都柔和了。因為你終於在用流動的方式生活，不是對抗世界，而是和世界共舞。肉桂只是一把鑰匙，覺醒才是真正的門。而門外的世界不是更神秘，而是更真實。
你不會變成另一個人，而是變回那個原本的你，那個有溫度、有直覺、有力量，也有愛的你。所以，請記住，你不是在學習靈性，你是在想起自己是誰。當你想起那一刻，所有卡住的事都會開始鬆動。你會發現，原來幸福從來沒走，只是你太久沒回頭。如果這段話讓你心裡有一點點共鳴，請相信，那不是偶然，那是你身體的能量在回應，它在告訴你，我準備好了，要重新啟動。所以今晚，當你回到家，不妨試着泡一杯溫熱的肉桂水，不要急着喝，先聞一下那股香，閉上眼，輕輕呼吸，感受身體那一絲幾乎聽不見的脈動，那就是能量甦醒的聲音。你不需要改變世界，你只要讓自己亮一點。當你亮了，整個世界都會被你照亮。這就是覺醒。